他们都说我死了，死在万魔渊底，尸骨无存。而今天修真界张灯结彩，万宗来贺，只为恭迎苏清雪，那位我曾用命换来的圣女。登临至高仙位，仙乐响彻云霄时，她一袭流光羽衣，圣洁高贵，美得不似凡人。她曾是我的未婚妻。我听见司仪喊永结同心，原来今日不只是她的丰盛大礼，还是他们的大婚之日。当年我替她引开魔头，10年后我从炼狱归来，他们却要成婚，何其讽刺！苏清雪的目光似乎不经意地扫过万魔渊的方向，嘴角带着一丝悲悯的轻笑。那个废物也算死得其所。就是这句话，10年来支撑我活下来的，不是求生的欲望，而是滔天的恨意。我迈出了一步，踏碎了九玄顶的白玉地砖。高台上的苏清雪像是感应到了什么，她垂眸目光精准地落在我身上，脸上的悲悯与高傲瞬间凝固。洛尘。他的声音发颤，全场的目光瞬间聚焦于我。那个被他们称为天纵奇才的圣子楚玄天，脸色唰的一下白了。当年亲手将我推下深渊的掌门师伯，手中的玉如意掉在地上，还有我的好师兄陆长风。10年前他抱着我，哭得撕心裂肺。洛尘师弟，宗门的未来，清雪的安危，就拜托你了，为我宗争取一线生机。此刻，他面无人色，指着我，像是见了鬼。你不是死了吗？托你们的福。还活着。我的声音沙哑，10年未曾言语，连说话都变得陌生。我环视一圈，看着这些曾经熟悉的面孔上布满了惊恐、厌恶与杀意。他们怕的不是我，而是怕我活着这件事会让他们苦心经营10年的谎言与荣耀化为泡影。大胆魔孽！一声暴喝，是掌门玄阳真人，他最先反应过来，眼中杀机毕现。此寮自万魔渊而出，早已被魔气侵蚀，不再是洛尘。诸位道友，随我一同出手，诛杀此魔，以正视明。他倒是聪明，先给我定了性，只要我是魔，那他们当年所做的一切便都是正义的。话音未落，他身后数位长老已经齐齐出手，5道颜色各异的法术洪流，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朝我奔涌而来。这是太乙圣地的5行绝杀阵，当年用来剿灭一方魔手的杀招，如今用在了我这个昔日的弟子身上。宾客席上，无数人发出惊呼，纷纷后退，生怕被波及。楚玄天眼中闪过一丝快意，他下意识地将苏清雪护在身后，柔声安慰：“清雪，别怕，一个魔物而已，翻不起风浪。”苏清雪躲在他怀里，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冰冷的快意。他大概觉得我这次死定。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那5道足以摧山断岳的法术洪流，在距离我身体3尺之外骤然停滞，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光芒扭曲，能量溃散。5位长老引以为傲的绝学，就像是被投入烈火的冰雪，无声无息的消融、蒸发，都被抹去，全场死寂，真落可无。5位长老如遭雷击，齐齐喷出一口鲜血，气息瞬间萎靡下去。他们的本命法术被以一种无法理解的方式强行抹除，道基都受到了重创。这不可能！玄阳真人失声尖叫，脸上再无半点仙风道骨。我抬起眼，目光落在他的身上。哼，不可能！你可知我在深渊之下面对的都是什么？说完，我朝他走去，每一步落下，整个九玄顶都随之震颤，一股无形的威压自虚无中降临，笼罩了整个圣地。天色暗了下来，祥云消散，金光隐退，所有人都感到一阵源自灵魂深处的战栗，仿佛有某个至高无上的存在将目光投向了这里。修为高深如玄阳真人，竟控制不住的双腿发软，跪倒在地。他身后的长老弟子如下饺子一般，成片成片的跪下。他们引以为傲的修为、法宝、阵法，在这一刻都成了笑话。甚至连抵抗的念头都生不出来，因为他们能清晰地感知到，那不是力量的压制，而是位阶的碾压，是蝼蚁在仰望神明。我走到玄阳真人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掌门师伯，10年前你废我修为时说我资质平庸，就算修炼100年也难成大器。现在，你觉得我的资质如何？玄阳真人瘫在地上，浑身抖如筛糠，冷汗浸透了道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眼中只剩下最纯粹的恐惧。我的目光越过他，看向高台，楚玄天和苏清雪还站着，但那股威压同样让他们动弹不得。楚玄天脸上血色尽退，他死死咬着牙，催动体内那枚据说是上古神器赐予的昊天神格，想要抵抗。金色的神光在他体表流转，却如同风中残烛，明灭不定。他引以为傲的神格，在我的气息面前，卑微的像个笑话。而苏清雪，她那张绝美的脸上写满了悔恨与惊惧。她看着我，嘴唇翕动，似乎想说什么，我没给她机会。苏清雪，你曾说此生非我不嫁，愿与我同历风雨，共正大道。我抬起手指向他，一枚早已暗淡无光的玉佩从他的袖中飞出，悬停在我面前。那是我们的定情信物，我亲手为他雕刻，曾注入我一半的本命精元。你告诉我，这10年，你又是如何与他同床共枕，夜夜安眠的？我坠入深渊后，他曾无数次在梦中惊醒，怕我化作厉鬼来寻他。后来楚玄天告诉他，只要将此物贴身佩戴，便能镇压我的残魂，让他心安。他一直以为这只是个心理安慰，却没想到10年后我会亲手将他召回。不是的，洛尘，你听我解释，是他们逼我的。
是楚玄天，是他用宗门大义逼我，是他。够了！楚玄天打断了他。洛尘，成王败寇，当年你就是个废物。现在就算得了些魔渊的机缘，也改变不了你是个失败者的事实。他猛地咬破舌尖，一口精血喷在胸前的昊天神格上。今日就是你的死期！一股浩瀚神圣的气息冲天而起，强行挣脱了我的威压。金光万丈，一尊模糊的神奇虚影在楚玄天背后缓缓浮现。在场的所有宾客都感到一阵源自血脉的压迫感，忍不住想要顶礼膜拜。是神，真正的神奇之力，圣子殿下就能召唤神级降临，太一圣地当行。绝境之中，楚玄天祭出了他最大的底牌。洛尘，看到了吗？这才是真正的力量。天命在我，你一个邪魔外道，拿什么跟我斗？神奇虚影缓缓抬手，一根由纯粹光芒构成的巨指朝着我碾压而来，所过之处，空间寸寸崩裂，法则哀鸣。这一指足以将整个九玄鼎连同我一起从世上抹去。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击，我只是抬起了眼皮。就这点力量，你也配？话音落下的瞬间，我身后那道深不见底的渊口猛然震动起来，一声仿佛来自亘古洪荒的嘶吼从渊底传出，浓郁如墨的悲气化作一只遮天蔽日的巨掌冲天而起。那巨掌之上，每一片鳞甲都仿佛一座山岳，纹路间流转着毁灭与终结的气息。它无视了空间与时间的距离后发先至，一把攥住了那根神光巨指，清脆的碎裂声响彻天地。被楚玄天视为最终底牌，被众人敬畏如神罚的攻击，就像一根脆弱的琉璃，被那魔爪轻而易举地捏得粉碎。金光爆散，神奇虚影发出一声凄厉的悲鸣，当场溃散。楚玄天遭重击，狂喷鲜血，整个人飞出去，重重砸在高台之上，将那象征着荣耀与权力的宝座砸得四分五裂。他身上的万象星辰袍寸寸碎裂，露出的皮肤上布满了黑色的裂纹，仿佛一件即将破碎的瓷器。那枚昊天神格也以暗淡无光灵性全失，一击，仅仅一击，太一圣地最耀眼的天才废了。整个九玄鼎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天空那只缓缓收回深渊的魔爪，大脑一片空白。一个从万魔渊里走出来的废物，召唤出了比神器更恐怖的存在，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我没有理会众人的惊骇，一步步走上高台，踩在楚玄天用命换来的荣耀废墟上。我走到他面前，蹲下身。现在，谁是失败者？楚玄天喉咙里发出声响，他想挣扎，却连动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你到底在渊下遇到了什么？我遇到了你们所谓的魔。他们告诉我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的目光缓缓扫过苏清雪，扫过陆长风，最后落在瘫软在地的玄阳真人身上。一个关于祭品的故事。听到祭品二字，玄阳真人的瞳孔骤然收缩，脸上浮现出比死亡更深的恐惧。苏清雪和陆长风也是脸色巨变。10年前，魔教为宗是假，你们以大阵献祭了数万魔教教徒的性命，是为了激活万魔渊下的某个东西，而我不是用来引开追杀的诱饵。我的声音很轻，却像重锤敲在每个太一圣地高层的心上。我是最后的祭品。全场哗然，那些前来观礼的各宗之主脸上都露出了惊疑不定的神色。太一圣地九州正道领袖竟然用活人献祭，这简直是骇人听闻的丑闻。一派胡言！你这魔头休要在此妖言惑众，误我圣地清誉！清誉！我笑了，伸出手，虚空一抓，楚玄天体内那枚已经暗淡的昊天神格被我硬生生扯了出来，飞到我的掌心。那这个又是什么？你们都以为这是上古神奇的恩赐，是天命所归的象征。可渊下的东西告诉我，这叫窃神，它的作用不是赐予力量，而是窃取。我的目光冷冷地刺向楚玄天。楚玄天，你根本没有什么天生神体，你只是一个容器，一个用来窃取我身上某种东西的容器。告诉我，你们到底想从我身上窃取什么？楚玄天死死地盯着我。洛尘，你以为你赢了吗？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以为我们为什么要选你？因为你身上流着个家族的血，被诅咒的不容于天地的守渊人后代。守渊人？没错，你的祖上是万魔渊最初的看守者，你们的血脉是唯一能安抚渊底那个存在的钥匙，而我们太一圣地世世代代的使命就是取代你们，成为那份力量新的主人，将你投入深渊，用你的血肉安抚它，再用窃神骨在你死后窃取那份与渊相连的权柄，这才是我们谋划了1000年的大计。洛尘，
你不过是我们计划中的牺牲品，一个工具。他的话像一道惊雷，在我脑中炸开。原来这才是真相，从头到尾都不是因为我资质平庸，也不是为了什么宗门大义，只是因为我的血生来就是他们的祭品。我沉默了，滔天的愤怒和恨意在这一刻反而化作了极致的平静。看着楚玄天，看着苏清雪，看着玄阳真人，看着所有知情的太一圣地高层，看着他们脸上那副理所当然的为了所谓大计便可以牺牲一切的丑恶嘴脸。原来如此，我轻声说道，然后抬起了手。既然你们这么喜欢深渊的力量，那我就把深渊带给你们。我的话音落下，整个世界忽然安静了，风停了，云散了，连光线都仿佛被凝固，一股难以言喻的死寂笼罩了九玄顶。紧接着，大地开始剧烈的颤抖，不是寻常的地震，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脉动，仿佛有什么沉睡了万古的巨兽正在苏醒。万魔渊的裂口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大，深不见底的黑暗如潮水般汹涌而出，疯狂地吞噬着周围的一切，山石、宫殿、草木，所有接触到黑暗的物质都在瞬间化为虚无，连尘埃都没有留下。那不是魔气，而是一种更纯粹的名为归虚的法则，是万物的终点。短暂的死寂之后，是山崩海啸般的恐慌，所有人都疯了。那些高高在上的宗主、皇主，此刻狼狈的如同丧家之犬，拼了命的想要逃离这片被黑暗吞噬的土地。可他们很快就绝望的发现，九玄顶周围的空间已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彻底封锁，这里成了一座绝望的囚笼。玄阳真人面如死灰，他瘫在地上。完了，全完了。他真的掌控了渊的力量。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万魔渊下镇压的根本不是什么魔头，万魔渊下镇压的根本不是什么魔头，而是这方世界诞生之初被天道排斥出去的阴暗面，是万物归寂的终极法则。太一圣地世世代代的野心，就是窃取这份创世级别的力量，而现在这份力量的主人回来了，是来清算的。黑暗蔓延的速度越来越快，很快就吞没了半个九玄顶，高台也成了黑暗中的一座孤岛。苏清雪彻底崩溃了，她跪倒在地，朝着我不断的磕头，哭得梨花带雨。洛尘，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求你，看在过去的情分上，饶我一命吧，我不想死。我低头看着他，眼神没有丝毫波澜。情分？你将我送你的定情信物当做镇压我怨魂的工具时，可曾想过情分？你轻描淡写的说出死得其所时，可曾想过情分？我一脚踢开他。你的命运在我坠入深渊的那一刻，就已经不属于你了。的目光转向了另一个人，我的师兄陆长风。从始至终，他都站在那里，没有求饶，也没有咒骂，只是怔怔地看着我，眼神复杂到了极点。师兄，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陆长风惨然一笑，血从他的嘴角溢出。洛尘师弟，我无话可说。他的身体晃了晃，倒了下去。当年之事，是我对不住你，但我不悔。为了宗门，我不悔。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最终彻底没了声息。我看着他的尸体，沉默了片刻。不悔吗？真是个不错的理由，可惜我不信。我抬手对着陆长风的尸体轻轻一指，一缕黑气没入他的眉心。片刻后，陆长风的身体忽然剧烈的抽搐起来，他猛地睁开眼睛，眼中充满了迷茫与痛苦。他没死，或者说我没让他死。你对我做了什么？没什么，只是让你看看，你用命去守护的宗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打了个响指，陆长风的眼前出现了一幕幕幻想，那是被尘封的，属于太一圣地最核心的记忆。画面中，一个面容与玄阳真人有7分相似的青年，正跪在一个古老的祭坛前，祭坛上躺着一个昏迷的少年，那少年是青年的亲弟。一个声音在青年耳边响起：牺牲他，你就能获得无上修为，带领宗门走向辉煌。青年挣扎了许久，最终眼中闪过一丝狠戾，将手中的尖刀刺入了自己亲弟弟的心脏。画面一转，是数百年前太一圣地遭遇大劫，濒临灭门，当时的掌门为了换取力量，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道侣和亲生女儿献祭给了深渊。一幕幕，一桩桩，为了力量，为了所谓宗门大计，他们可以牺牲一切，亲情、爱情、道义，在传承的野心面前一文不值。陆长风呆呆地看着这一切，脸色从惨白变为铁青，最后化为一片死灰。他看到了自己的师父，看到了师门的先辈，看到了那些平日里道貌岸然、满口仁义道德的长老们背后最肮脏、最自私的一面。他一直以为牺牲我是为了保全宗门，是为了守护同门，以为自己是悲壮的，是伟大的。可现在他才明白，他守护的不过是一群为了私欲可以随时将任何人当作祭品的畜生，他自己也不过是其中一员。陆长风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他的道心在这一刻彻底崩溃，他猛地冲向玄阳真人，撞入了为什么？为什么？
你们骗我，你们都骗我！疯了，你疯了！我是疯了。陆长风一把掐住玄阳真人的脖子，双目赤红。是你把我变成这样的！你们这群伪君子，骗子！一场丑陋的内斗，我静静地看着，没有阻止。我就是要让他亲眼看看他所谓的大义是何等可笑，要让他在无尽的悔恨与自我厌恶中永世沉沦。这就是我对他的惩罚。黑暗的吞噬仍在继续，九玄鼎已经彻底消失，只剩下我们脚下这片方圆不足100丈的孤岛。那些来自各大宗门的宾客早已被归虚法则同化，化为虚无。现在只剩下太一圣地的核心成员。玄阳真人被到心崩溃的陆长风活活掐死，元神俱灭。陆长风在杀死自己的师傅后，也狂笑着，自己跳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高台上只剩下我和楚玄天、苏清雪3人。楚玄天躺在地上，细细奄奄，但他看着我的眼神依旧充满了怨毒。洛尘，你不得好死！天道不会放过你的。天道？我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你口中的天道，当年将渊驱逐，可他没想到渊是杀不死的，他只会情睡，然后等待一个能将他唤醒的人。我抬起头，看向昏暗的天穹，在那里，不知何时已经布满了紫色的雷光，一道道粗壮如龙的闪电在云层中穿梭，散发着审判与毁灭的气息。天劫是冲着我，或者说是冲着我体内的渊来的。这个世界的天道感受到了威胁，他要将我这个异类彻底抹杀。楚玄天见状，脸上露出了狂喜的笑容。看到了吗？天劫是灭世天劫，洛尘，你逆天而行，终将遭受天谴。我要看着你灰飞烟灭！苏清雪也抬起头，绝望的眼中重新燃起了一丝希望。或许我会被天劫劈死，而他能侥幸活下来。我摇了摇头，怜悯地看着他们。你们还是不明白，天道并不能主宰一切。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主宰。一道紫色神雷撕裂天幕，带着净化一切的威势朝我当头劈下。这一雷的威力足以让任何渡劫期的修士瞬间化为飞灰，我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就在神雷即将落在我头顶的刹那，身后的黑暗之中猛然睁开了一双眼。当眼睛睁开的瞬间，整个世界彻底静止了。紫色的神雷凝固在半空，动弹不得。翻涌的劫云停止了咆哮，就连时间的流动都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那双眼睛只是平静地注视着空中的天劫。下一秒，紫色的神雷寸寸碎裂，化作漫天光点，消散无踪。天空中的劫云像是见到了什么最恐惧的存在，疯狂地向后退缩，最后彻底消失不见。天晴了，但整个世界却陷入了比黑夜更深的黑暗，因为那双眼睛取代了天空，成了唯一的存在。楚玄天脸上的狂喜凝固了，苏清雪眼中刚刚燃起的希望熄灭了，他们的脸上只剩下无尽的、深入骨髓的恐惧与茫然。他们看到了什么？天劫被吓跑了。现在你们还觉得天道能审判我吗？我踏出深渊，并非为了复仇，复仇对我而言太过渺小，我只是来取回本就属于我的东西。渊选择了我，或者说，我就是渊。我看向楚玄天，你的切神骨偷走的是我作为守渊人的血脉烙印，可惜他偷不走我的灵魂。现在，物归原主吧。我手掌张开，一股吸力凭空产生。楚玄天惨叫一声，他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飞到我的面前，一缕缕带着金色光泽的血气从他的七窍毛孔中被强行抽出，汇聚成一颗金色的血珠，融入我的掌心。那是属于我的守渊人血脉。失去了血脉之力，楚玄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下去，乌黑的头发瞬间变得花白，光洁的皮肤长满了皱纹和老人斑，挺拔的身躯也佝偻了下去。短短几个呼吸间，那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圣子就变成了一个行将就木的凡人老者。他的修为，他的神格，他的一切都建立在我的血脉之上。现在根基被抽离，他自然被打回了原形。不，我的力量，我的青春，还给我！楚玄天伸出干枯的手，想要抓住我，却连我的衣角都碰不到。我随手将他丢在一旁，像丢一件垃圾。然后我看向了苏清雪，她瘫坐在地，已经吓得失禁，狼狈不堪。看到我走来，她拼命地向后挪动，想要远离我这个恶魔。别杀我，洛尘，阿尘。他开始用我们曾经最亲密的称呼唤我。你忘了我们一起在月下练剑的日子了吗？你忘了你说过要保护我一生一世的吗？他试图用过去的回忆来唤醒我心中哪怕一丝一毫的怜悯。我停下脚步，看着他。我当然记得，我将我娘留给我未来妻子的唯一遗物——那只凤雪钗送给你时，你有多欢喜。我还记得，你说，此生有我，再无他求。苏清雪的眼中闪过一丝希冀，她以为我的心软了，但我的下一句话将她彻底打入冰窟。所以，我不会杀你。我微笑着，我会让你带着这些记忆
永远的活下去。我伸出手指，对着他的眉心轻轻一点，一道黑色的印记在他光洁的额头上浮现，那是深渊的印记。我赐你永生，苏清雪，你将不老不死，不伤不灭，但你也将永远被困在这片废墟之上，日日夜夜回忆着今天发生的一切，看着自己亲手葬送的荣耀，看着自己背叛的爱人，看着自己丑陋的嘴脸，直到时间的尽头。这就是我对你最大的仁慈。苏清雪的身体僵住了，她的眼中先是迷茫，然后是狂喜，最后化为无边的恐惧与绝望。永生，在这片只有黑暗与虚无的废墟上永生，这比杀了他要残忍10000倍。他发出了凄厉到不似人声的尖叫，我没有再理会他，身后那双属于渊的眼睛缓缓闭合，笼罩天地的黑暗开始向着我脚下收缩。曾经的太医圣地，九州之巅，如今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坑。巨坑的中心只剩下那座孤零零的高台，以及高台上那个将要被永恒孤独所囚禁的女人。我转过身，准备离开这个地方，对我而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但就在这时，一个苍老而虚弱的声音叫住了我：“洛尘。”是楚玄天，他还没有死，像一条蛆虫一样在地上蠕动着，爬到我的脚边，抬起头，浑浊的老眼中流下2行血泪。求求你，放了我！他已经体验到了失去一切，变成一个废人老头的痛苦，宁愿死也不愿意这样屈辱我。我低头俯视着他，想死可以。我抬起脚对准了他的头，但在你死前，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10年前我坠入深渊之前，师兄陆长风曾在我耳边说：“对不起，但这是师父的命令。”告诉我，那个师父是谁？玄阳真人只是太医圣地的掌门，而陆长风口中的师父却另有其人。那个人才是整个千年大计背后真正黑手。楚玄天的身体剧烈的颤抖着，眼中闪过一丝极度的恐惧，仿佛那个名字是什么禁忌。我不能说，那就也承受永世之痛吧。我的脚下再次用力，超越死亡的威胁，终于压倒了心中的恐惧。楚玄天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嘶吼道：“是太上长老！是我们太医圣地已经闭关500年，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作化了的清玄老祖。”清玄老祖这个名字我有些印象，是太医圣地传说中的人物。据说1000年之前，他曾一剑斩落过天外的星辰，是当时九州公认的第一人。原来他一直没死。他在哪儿？我不知道，老祖他神龙见首不见尾，只有在下达关键命令时才会通过秘法联系掌门，没人知道他在哪里去清修。是吗？我脚下一松，放过了他。楚玄天愣住了，他没想到我这么轻易就放过了他，但他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看到我抬起手，对着虚空轻轻一划，我面前的空间被我轻易地撕开了一道裂缝，裂缝的另一头是一片被混沌包裹的独立空间。空间中央，一座白玉莲台上盘坐着一个须发皆白、仙风道骨的老者，老者似乎正在修炼的关键时刻，周身环绕着玄奥的道玉，正是传说中的清玄老祖。楚玄天彻底傻眼了。他怎么也想不通，我为什么会知道清玄老祖的藏身之处。我当然不知道，但我体内的渊知道。渊是这个世界的阴暗面，是法则的背面。只要身处这方世界，任何人都无法逃脱他的感知，尤其是清玄老祖这种深度窃取过渊之力量。他在渊的感知里，就像黑夜中的萤火虫一样清晰无比。白玉莲台上，清玄老祖猛地睁开了眼睛，他的目光穿透了空间裂缝，落在了我的身上。那是一双古井无波，仿佛蕴含着宇宙生灭的眼睛。但在看到我的瞬间，他的眼中也闪过了一丝难以置信的震动。守渊人，他缓缓开口：“不，你已经不是守渊人了，你成了新的渊。”他站起身，一步踏出，便穿越了空间，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上下打量着我，眼神中没有敌意，反而充满了狂热，像是学者看到了完美研究素材的光芒。不可思议，真是不可思议！我谋划千年，也不过是想窃取渊的一丝权柄求超脱，而你竟然能与渊融为一体，成为他的意志。他抚掌大笑，壮气疯癫。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在渊底，你到底经历了什么？我看着他，平静的开口：“你就是清玄？”没错，是我。是你策划了这一切？是。玄天、清雪、玄阳，他们都只是我棋盘上的棋子，包括你，洛尘，你是我这盘棋中最关键的一颗。我需要你的血来安抚渊，让他陷入沉睡；需要楚玄天来窃取你的血脉烙印，让我能间接地触碰到渊的权柄。本来一切都很顺利，只要再过100年，我就能彻底炼化那份权柄，超脱此界。他看着我，有些惋丧地叹了口气。可惜百密一疏，我没想到渊会选择你。所以，你是来认罪的吗？认罪？清玄老祖笑了，笑得无比轻蔑。洛尘，你还是太年轻了。你以为掌控了渊的力量就天下无敌了吗？我研究了渊1000年，我比你更懂他的本质。
他伸出一根手指，指尖上萦绕着一缕和我同源，但却更加凝练、纯粹的黑暗气息。渊代表着终结与归虚，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终结的尽头便是新生，归虚的极致亦是创造。他身上的气势开始节节攀升，一股与渊截然相反、充满了创造与生命气息的力量从他体内涌出。他花白的头发重新变得乌黑，苍老的皮肤恢复了年轻时的光泽。一股凌驾于此界众生之上的超然气息笼罩了全场。我虽然没能成为渊的主人，但千年的研究也让我领悟到了与他相对的那份创生的力量。现在的我已经半只脚踏出了这个世界的牢笼。他自信地看着我，如同神奇在俯视凡人。洛尘，你很强，但现在的你还杀不了我，不如我们做个交易，你我联手，一个掌控归虚，一个执掌创生，这整个世界都将是我们的掌中之物，如何？他向我伸出了胆叉之，不得不承认他很强，甚至比刚才的天劫给我的威胁感更大。如果我只是单纯的渊之力量的掌控者，或许真的拿他没什么办法。可惜他算错了一件事。我看着他，忽然笑了。谁告诉你我在渊下只得到了渊的力量？清玄老祖的笑容僵住了。我缓缓闭上了眼睛，下一刻，我的身后除了那代表着渊的无尽黑暗之外，一抹璀璨到极致的金色光芒亮了起来。那光芒温暖、神圣，充满了希望与生机。光芒之中，一棵通天彻地的巨树须臾缓缓涌现。巨树的每一片叶子都仿佛一个完整的世界，它的枝干上缠绕着时间的长河，根须扎根于命运的虚无。这是世界树，是在万魔渊的最深处，与渊相伴相生，代表着宇宙另一极的创生之源。清玄老祖脸上的自信与从容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惊骇与恐惧。不可能！创生与归虚是绝对对立的两种本源，他们怎么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你到底是什么怪物？我睁开眼，左眼是吞噬一切的深渊，右眼是孕育万物的神树。生与死，创造与毁灭，两种截然相反的终极法则，在我的身上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平衡。我看着他，声音平淡，却仿佛是最终的审判。清玄，你错了，我不是怪物，我是整个世界。我抬起手，对着他轻轻一握，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也没有法则的碰撞。清玄老祖的身体就那样无声无息的开始分解，一半化作最纯粹的黑暗，归于深渊；另一半化作最温暖的光，融入世界树。他引以为傲的半步超脱修为，在我面前连一丝反抗都做不到。临死前，他的眼中只剩下无尽的悔恨与不甘。或许他到死都想不明白，自己谋划千年，为何最终却为他人做了嫁衣。解决了清玄，我看向了地上最后那个苟延残喘的主玄天，他已经彻底被眼前发生的一切吓傻了。他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我没有再给他任何机会，一个念头便让他彻底化为了尘埃。至此，所有仇敌尽数伏诛。我转过身看向那座孤岛上的苏清雪，他也看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整个人已经痴傻，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收回了目光，对他而言，永恒的孤独确实是最好的结局。我一步踏出，身形消失在原地。当我再次出现时，已经来到了9天之上，俯瞰着整个9州大陆。经此一役，太乙圣地已经彻底从世上除名，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深坑。这个世界的格局将因此而改变，但这都与我无关了。我的目光投向了更遥远的无尽的星空，在那里，我感受到了更多像渊和世界树一样的本源气息。我的路才刚刚开始。洛尘曾是太一圣地的弟子，是别人口中的罪人，为宗门坠入深渊，被未婚妻无情背叛。但现在，我是渊，也是世界，我是终结，也是起始。我的故事将在这无垠的诸天万界中继续上演。